我叫胡雄伟，是来自于京东零售共享技术部，目前主要做京东小程序这一块的。今天给大家带来分享的是那个小程序跨平台技术标准的一些设计，主要从4个维度吧，一个是简单分享一下那个场景案例，然后是基础技术标准设计，然后在京东在车机小程序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探索。然后是我们对小程序在跨平台互通的一些思考吧。呃，场景案例分析这块呢，我就说一个，就是关于京东电器这块。京东电器是京东3C 超级体验店的一个案例。然后他们的业务逻辑是那个基于线上线下，然后线下引流线上进行支付，然后按照依赖这个地理位置信息去做这个派送啊及一些这个就是一些物流的信息的一些对接。那小程序在这一块正好这个可以在这个嫁接线上与线下的这个场景打通上，那个比较契合吧。然后在这个就是一些用户体验上，那个更贴近用户的这种就是一些需求。基础技术标准，架构设计这一块呢，因为小程序更多关注的是那个就是它的一个安全管控的一些要求。所以说在那个视图跟逻辑这一层呢是做了一个分离。然后呢，之间的信息通信呢是通过事件与数据的传递。底层的 native 通道是走那个JSBridge，然后到对 native 容器这一块呢是底层的一些原生能力的一些那个调用。然后每一个那个页面呢是一个独立的一个 Web View 多开的。逻辑层这一层，这是一个单线程，但是这一层的逻辑是对每一个多开的 Web View 都有一个状态维护。构建发布流程这块呢，从这个开发者入驻到这个开发到上传，再到这个在线构建、打包、发布这一块，再到最后的这个用户的一个下载及整个的一个数据运维。然后这里重点说一下那个构建、打包、发布这一块吧。构建、打包、发布其实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基于管控的那个策略。所以说基于在线的这种就是构建服务。在线构建服务的话，里边是从开发者的一个源码一个叫安全检测，然后到它的一个这个在线的一个编译构建，然后再到这个一个就是协议文件的一个打包，最后到这个分发到这个就是 CDN 上去。然后这一层的话，主要在标准化这一块的话，主要是它的那个就是这种云端的服务吧。云端服务这一块可以提供一整套的一个就是安全管控措施，在这一流程进行控制。小程序的标准组件设计规范。标准组件小程序对外开放能力是以组件及 API 两种形式。然后组件这一块是承载的是一些包括 UI，包括一些就是安全特性，一些这个开放能力输出。然后设计规范这一块呢，一个是那个基础格式这个里主要是遵循 Web 的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命名规则呀。包括这个就是一些闭合标签呢，以及这个就是上下那个子节点的一个格式化。然后
公共属性包含了一些基础的一些 ID、class、style，这些都是与 Web 的一些标准进行对齐。个性化属性这个由各个组件进行独立的一些定义，这些主要是定义在就是每个组件对外开放的一些这个独有的一些这个特性上，比如说像 button 组件有这个基于 type 的一些扩展，也有基于这个 loading 的一些这个多种形式的一些扩展。组件属性值变量主要是遵循这个 Mustach 语法吧。然后这一块的话，呃，如 class name 这个双大括号的一个写法。自定义组件式要素，这个呃，对，就是小程序的组件呢，对外自定义这个定义的话，主要是满足4个要素，一个是这个 XML 的一个模板，一个是 JS 组件定义，一个是 CSS 的一个组件样式，JSON 配置，这4个要素实际上是对应了这个四个文件吧。自定义组件定义这一块呢，包括通用的属性，意思主要是基于它的那个自定义组件的一个路由地址吧。然后 ID 呢是由这个做唯一识别内部唯一识别的，然后包含了一些通用方法，比如说这个 set data 的这种基本的一个数据顺源的一些方法，然后包括事件的，然后还有一些生命周期。生命周期呢，在组件的这个就是标准化里边，我们这边是就是大概是预计是从这个包括这个 created 的 ready 啊 attach 到 move 的 detach 啊 save 的 restore 这些基础的一些这个生命周期方法。使用自定义组件呢，主要是基于配置层面上呢做一些这个一些配置参数的一些写法吧。这个在标准化里面，我们目前用的是那个 using components 组件嵌套，这个是基于 slot 这种插槽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虚拟节点。设计规范第2页呢，主要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组件的从组件定义到它的模板的一个格式，然后到事件监听，然后到继承，再到生命周期，大概是这么一个层级关系吧。呃，我们的组件设计，遵循实际上是一个 Shadow DOM 的一个规范吧，这就是 W3C 的一个就是标准化的一个组件规范。Shadow DOM 的设计规范这个具体的表现形式，呃，右下角的给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图，大概是就是它的内容就是整个组件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就是内容片段，脱离当前的一个文档流的一个过程，然后嗯选呃然后它有一些自身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特性吧，包括这个不影响这个外部的一些结构跟它的一个渲染的一些样式啊什么的。组件布局，小程序的组件基本上遵循外部主流的一些布局方式，从静态布局到
弹性布局这些都支持。然后在混合式组件里边呢，我们遵循的是那个原生热布局，这个是基于这个就是两个跨平台吧，就是安卓跟 iOS 都支持的一种就是动态的一些组件的一些渲染的模式。下面两个视图呢，第一个是混合式组件一，这个混合式组件一大概给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渲染的一个方式吧，大概就是基于它的一个 Web 的一个布局外框，然后把原生组件进行通过 JSPI 调用起来，然后覆盖在 Web 组件之上，然后它的渲染流程呢，先从这个布局信息，就从它的布局这个外框进行渲染，渲染完之后呢，然后得到布局信息，再去调 native 组件，native 组件再覆盖在上面。第二张那个流程图是那个混合式组件的一个同声渲染的一个模式，这个是基于第一章这个就是混合式组件的这个缺点去做了一些弥补吧。因为第一章那个混合式组件，它实际上就是 Web 的那个布局外框，实际上跟它的原生的组件是一种隔离状态。隔离状态，但是从整体组件来说，它需要有一些这个同步的一些协调信息，包括它的比如说上拉下那个下拉这种就是同步滚动啊，这些都会有一定的就是延迟效果，以及这个当有 Web 组件的一些嵌套组件信息的时候呢，原生组件的层级因为比较高，所以说会覆盖在这个所有的 Web 组件之上。嗯，下面这个主要是从这个原生组件跟它的外框这个组件做一个就是一个整合，相当于是一个组合吧，是一个从原生组件角度一个组合叫 compose 的component，这个是同声渲染的一个原理吧。同声渲染大概能解决就是上面所遇到的这个困难吧。组件安全，呃，我们的组件对外开放呢，除了最基本的一些这个事件呢、属性的一些对外开放的一些信息，然后实际上也包含了一些敏感信息的一些开放，比如说这个用户信息啊，或者手机号，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敏感信息。这些敏感信息呢，如果单独通过 API 调用的 API 开放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管控的一些呃这个就是比较难管控的一些区域吧。然后但是这些信息又必须对外进行，在一些场景下又必须对外进行提供，但是我们又不能明文或者是一些这个就是非常完全的去进行开放，所以说我们通过组件进行一些这个就是有就是有保留的进行开放吧。你比如说我们用户信息通过组件可以拿到用户的这个基础的一些用户状态，但是这些信息呢又不会直接暴露给开发者。而且组件这一层从前面的这个架构来说的话，组件跟逻辑是隔离的，是单独的一层，在视图层这一层，视图层是完全从 JS 层面上是完全对用户，对开发者进行这个隔离，所以说这一层的一些包括一些敏感信息的一些接口信息，开发者是无法调用的。呃，
事件主要是冒泡跟非冒泡这个两种事件吧。然后冒泡的话，主要有3类事件，一个是触摸相关的，一个是那个点击相关的，一个是动画相关的。非冒泡的事件的话，除了就冒泡之外的一些事件，基本上都是非冒泡的，比如说像 input、像 submit 这些事件。然后冒泡事件，就左图给的一个示意图，大概是一个冒泡事件在这个整个一个就是页面上的一个事件传递的过程吧。左边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向上冒泡的一个层级，右边呢是标注了一下这个穿透到那个就是 node 就 shared node 的一个内部结构里面。因为前面说到就是我们遵循的是一个 shadow DOM 的一个规范，实际上就是单独的组件呢，它都是一个就是组合形式而来。组合形式而来的话，通过 slot 进行插槽的方式，那实际上每一个组件内部的结构事件要不要冒泡过去，这个我们是可以去进行控制。大概基于这两种形式吧。然后大概我们整个的就是组件的一些事件，呃，基于这个就是 Web 层面上的这种就是组件的话，传递大概是这种方式。然后它的一些这个开放的一些标准的话，都是通过比如说像 bind 的这种就是绑定的方式，或者 catch 这种绑定的方式去进行做一个属性的一个写法。还有一类事件是那个来自于 native 的一些事件。native 的事件的话，大概从 native 这一层触发，再到这个事件监听，从我们的那个UI 层或者是 Surface 层都可以监听到 native 的一些事件消息过来。然后事件消息过来之后呢，再进行我们如果需要再由向上进行冒泡的话，再重新对向上进行冒泡。如果不需要冒泡的话，比如说在 service 层就直接对这个事件进行处理，然后再去执行相应的一些那个就是调用过程吧。API 设计，API 的话，呃，API 的格式主要就是预加上一个点号连接符，再加 API 名称。调用方式的话，基本上遵循这个异步调用，然后部分的 API 也支持同步调用。比如说这个在获取一些非常固定的一些客户端的信息的话，你比如说获取这个客户端的一些基础的一个，比如说版本号啊。或者一些这个屏幕的一个分辨率啊，这些这个API 的话，都可以直接做成这个同步调用的方式。API 的标准回调函数呢，主要是3个吧，一个是 success，一个 fail，一个是 complete。然后这3个回调函数呢，我们会做一个就是这个比较标准的一个规定。success 这一层的话，我们会有标准的，比如说这个数据格式那个返回，比如说我们会定义这个 error message，OK 一个冒号，然后带一个 OK。然后 fail 的话可以当那个 error message，比如说 API name 再冒号一个 file。API 能力覆盖的这一层呢，主要基于这个APP 级别的，然后对一些 APP 级别的一些底层的一些 native 的一些能力调用，包括网络、数据缓存、媒体、设备、文件、位置，然后画布，然后也有对这个页面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能力覆盖，比如说路由啊，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些就是一些这个API 的一些基础功能 API 这种会封装到基础能力里面。然后最后有一个就是开放接口，开放接口这一层呢。
这个在不同的平台里面开放，这个属于数据维度的一些就是开放能力。这个比如说像登录信息啊，像用户信息啊，这个在不同的平台都有都有各个平台自己的一个就是用户维护表，这种就是敏感信息吧。然后这些敏感信息，能否开放到其他的平台，以及这个就是就是多个平台进行信息互通啊，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去重新去定义的一些地方吧。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再进一步去思考这一块的一些开放的内容吧。呃，配置清单设计，这个是上一次那个 W3C 的一个标准吧。然后这里边的，对于对于我们来说，呃，首先命名这一块，一个是 package 点 JSON 跟 manifest 点 JSON 这两种选择呢，我认为从标准化角度都可以，因为 package 点 JSON 呢是遵循 Web 前端的一些这个标准写法，manifest 点 JSON 呢是这个基于这个应用级别的一些这个以及一些这种插件的什么扩展的一些这个常用的一些这个命名规范。然后这个我觉得二选一都可以。然后呃清单里面的字段定义这一块，小程序的字段，首先有些基础的一些元数据的一些定义，比如说 app ID 啊、app name 以及这个 description 这些，然后包含了一个 app 的这个图标啊，然后包含一些这个版本控制这些字段。其他的就是小程序自身的，比如说它的页面的一个列表，以及这个窗口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配置，以及一些这个调用权限啊什么之类的。主要这些吧，然后还包含了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有些特性的，比如说这个分包啊，包括一些这个就是 table bar 一些处理。小程序调用协议，呃，目前主要都是基于这个 UR Schema 的协议，UR Schema 京东这边的 一些调用协议的话，比如说像上面即 OpenApp 点 Go 点 bar 的，比如说像其他的像百度的，像那个阿里的其他的平台也都是类似的这种标准。然后如果统一调用协议的话，呃，就跨平台这一块的话，比如说，都基本遵循一个标准的一个命名规范吧。比如说这个 schema 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定一个类似的，比如说 OpenApp 点，然后后边是跟平台相关的一个字段吧。然后后边的后边这个双斜杠后边这个是一个app ID，然后把其他的比如说版本信息啊，像一些就是呃类型呐、这个路径的这些信息全部封到这个 parameters 里面。然后第二个是兼容外部端协议。外部端协议呢，目前是这样，目前那个小程序这一块儿，因为在APP 里边是在就是基于 APP 的宿主环境里面去运行的。如果在这个浏览器等这种环境里面的话，那实际上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兼容三端的一个就是托底的一个地址。
比如说基于 HTTP 或 HTTPS 的这种协议。那这种协议的话，这是一个标准的协议。这就是基于这种协议的话，在浏览器或者是 APP 里面都可以去有一个承载页呃去打开。小程序与外部能力靠近，多线程设计这块，多线程的话，一个简单的一个配置跟目录结构是，呃左边的一个示意图吧，然后基本上遵循那个 Web Worker 的一些特点，包括相关的 API 一些定义都是类似的。Worker 的线程在小程序里面，它的一个运行状态的话是右边这个简单的示意图，从 UI 线程到 JS 一个逻辑线程，然后带到 Worker 的一个单独的一个 JS 线程。然后 Worker 可以主要做一些这个重度计算的一些存储，包括一些这种就是网络请求啊，这些都可以去做一些这种比较重一点的一些逻辑吧。内线 H5，因为小程序本身是重新定义的一套这个就是标准，然后呢，与它对外开放的这种就是说，也是基于这个 WebView 的一个组件，WebView 组件WebView 组件本身提供的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容器，这个容器里边呢也遵循有它自己的一个路由站的一个定义。然后包括这个就是 OneView 的一个组件跟小程序的，就 OneView 的Web 页面与小程序页面进行通信，就说这个遵循基础的这种就是 PostMessage 这种 API 的一些定义，然后包括这个 Web 页面跳小程序页面的一些基础的一个跳转的一些 API。车机小程序标准化，主要涉及到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就是屏幕适配。因为车机的整个的一个屏幕的话，更多是这种就是宽屏的这种宽屏的，但是在宽屏之下呢，它也需要有一些这种就是卡片式的这种就是一些窗口，所以说这里面那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呃，手机端的话是根据屏幕尺寸进行弹性布局计算，然后车机端呢。它很有可能是根据这个就是窗口的尺寸进行弹性布局计算。然后包括车机本身，如果就说一个小程序，它可能跑在手机中，也可能跑在这个就是车机这种横屏这种环境里面，那可能这里面涉及到就是也有一些这个就是一些在手机端进行模拟的一些这种横竖屏切换的一些场景。另外就是，就是供给开发者去做一些布局，适配的，比如说开发会根据 CSS 媒体查询来实时监听这个屏幕尺寸大小。这个因为我们的 UI 渲染是基于 WebView 的，所以说那个CSS 的媒体查询是可以提供这种就是能力。其他的除了卡片式，还有一个 Table 选项卡，在车机端它的呃选项卡是在这个就是顶部，也就是说是在车机的那个整个一个屏幕的一个顶部，区别于手机端底部的一个 Table bar，然后这个选项卡同时要根据它的标题栏进行一个协调的呃一个协调的一个搭配。车机的开放能力这块呢，
最核心的一个就是语音交互、跟语音组件还有语音 API。然后语音组件这块呢，实际上就像前面那个提到的一些这个组件的一些事件里面，呢，都是一些通用事件呢，比如说像这种简单的一个就是点击事件呢什么之类的，然后触摸事件的这些。那语音组件呢，在车机中呢，语音变成了一个组件的一个通用的一个事件。也就是说，比如说像简单的一个 button 呢，它都具备携带这个语音的一些接收语音的事件的一些能力过来。然后车机自控这一块的话，主要是车机端开放的，就从开放能力这一块吧，开放能力它有提供这种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关门开门呢，以及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涉及到就是一些车机的一些行驶状态的一些控制，这些控制的话。那实际上涉及到的是对，就是车主的一些生命安全呢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这种权限控制，所以说它的在开放能力这一块儿，这些敏感的一些权限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跟手机端不一样的一些安全管控的一些措施在里边。另外一个就是调试，因为手机端调试的话，更多的是基于手机就是开发者自身的一个手机有一个就是真机的一个预览呢，比如说或真机联调啊这种，可以直接看到这个真实的一个环境下的一个运行状态。然后车机端呢，开发者没有这个硬件设备，没有硬件设备的话，那车机开发者开发的小程序怎么做真机的调试呢？如果是基于这种就是模拟器这种调试的话，实际上它只能做到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这个就是一些功能调试，基于 API 维度的一些这种就是调用逻辑层面上的一些调试，但是它不能模拟到一个真机的，就是在真实的一个车机的一些的硬件设备上的一些调试。所以说，在调试器这一块的话，会与目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方案的话，比如说有这种就是硬件上云的这种概念，就是说，基于这个云端的一些硬件设备，然后再开放给这个开发者开发的代码呢，然后提交到云端，然后这个在云端的硬件的一个车机环境里面进行真实的一个控制操作，然后再把真实操作的一个结果进行实时同步到本地的一个客户端里面。然后不同小程序互通的一个前置条件。目前小程序，各个平台都比较封闭吧。然后虽然也有一些通用的一些标准，业内也出现了很多，比如说像京东的那个跨端的，它那个多端的一些开发框架，比如说Taro 的一些框架，我们从这个就是多端的一些开发的一些层面上去尽量做到这个平台一些统一，然后做一些这个降本提效的一些事情。但是就是说多数情况下开发者都是需要去维护多套代码，而且在差异抹平上，对于框架来说，或者说对于开发者来说，实际上都有一定的成本在里面。呃，第二个就是这个运营方在多个平台上做这个运营监控的业务指标，因为各个平台的数据也是互相隔离的。
然后这个也增加了这个运营的成本在里边。现状的话，主要是那个一个是这个各个平台都是做自身的一个生态闭环，然后包括它的技术路线呢都是一个闭环的。然后如果是想要做互通的话，互通收益比较浅吧。目前来看的话，大家考虑的更多的是这个互通的收益比较浅。呃，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首先互通要纳入一个比较规范的就是一个官方的一些标准，比如说 W3C 的一些标准出来，然后开发者生态我们要拓展一下，就是开发者的生态吧，然后让以生态的这个势能去推动这个就是各个厂商的一些这个就是标准化吧。同时也考虑到这个就是互通需要带来一些收益，比如说像流量的一些收益啊，其实也可以想想包含了一些这个比如说数据维度的一些这种就是打通的一些收益。